他可能是强迫症最严重的男人，晚餐必须摆得整整齐齐才能吃，甚至在杀人的时候，即便对方已经死了，他还一定要强迫自己在脑袋上补一枪。你以为他是职业杀手，其实他是一名会计师。他总是窝在20平米的小事务所里，帮老人们想各种办法省税钱。平时也没有什么爱好，一有空就会去老人们的农场玩射击，毕竟也只有这么大的农场才能让他自由地使用巴雷特的狙击枪。而他射爆了1公里之外的甜瓜，精准的枪法让农场老人直接看傻了眼。而到了晚上，这个叫克里斯的会计师会躲进寝室里，打开重金属摇滚乐和强闪光，在喧闹的环境里用木棍碾压自己的腿骨，用这极致的痛苦和刺激来治疗自己的自闭症。在狂躁的音乐声中，他又回到了小时候。从小就有重度自闭症的他和弟弟一起被带到了特殊学校。妈妈想把他这个累赘直接丢给学校，但身为军人的父亲却不愿意这么做，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。而小克里斯的症状确实十分严重，因为找不到拼图碎片就开始焦躁地不停大喊大叫，直到旁边同样有自闭症的小女孩捡起碎片给他，克里斯才停止了叫喊。这块碎片是拼图的最后一块，而克里斯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因为这么复杂的拼图他竟然是反着拼的。但即便是天才，他的妈妈还是受不了了，一意孤行地抛弃了父子3人离他们而去。这对克里斯来说是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回忆。除了家和事务所，克里斯其实还有一个秘密基地，在一个私人租赁的仓库里藏着一辆他的房车，房车有他的小型军火库，他这些年赚的钱也都藏在这里。而在车厢的天花板上还放着一幅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杰克逊·波洛克的名作《Freeform》1946，而这幅画价值高达2500万美元。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会计师会这么有钱？这是因为正常的会计工作只是幌子，克里斯真正的工作其实是专门给黑帮集团洗钱做假账，越是这种危险的工作越是能赚大钱。但一直在网上帮克里斯接单的女管家却告诉他，最近有人盯上他了，所以管家为了安全给他找了个合法的新客户。这家公司是专门做智能一体的高科技公司，因为他们发现账目不知道什么原因少了很大一笔钱，所以经人介绍请了克里斯来帮他们查账。和克里斯见面的财务总监对眼前的年轻人其实也不是十分相信，因为克里斯一开口就要看他们公司15年来所有的账本，这可能是一个会计团队查几个月的工作量，但克里斯就他一个人。财务总监觉得克里斯是个吹牛皮的骗子，但是身为总裁姐姐的女主管却对这个人很感兴趣，她答应了克里斯的要求。而此时金融犯罪科的长官雷蒙发现，在一些大毒枭和犯罪团伙的秘密交易中，有个从不露面的神秘会计师帮他们做账和洗黑钱。而更神奇的是，这个会计师竟然还一直活着，在刀口混饭吃必定有不一般的能力。为了抓住这些大毒枭和犯罪集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抓到知道所有内幕的这名会计师。雷蒙破例提拔了能力突出的女属下梅迪亚，让他把这个人找出来。第二天，克里斯再次来到科技公司的会议室，这里已经堆满了装账本的箱子，会议室里还睡着一个妹子。社恐的克里斯尝试发出各种噪音来吵醒女孩，但妹子睡得实在是太香了，根本就没有一点动静。没有办法，克里斯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摇醒了女孩。原来这个女孩叫戴娜，是这个公司的小会计。昨天晚上她一个人把所有的账本按年份重新排列好了，所以这就是为啥她一早上在这里睡觉的原因。而且公司的账目的问题也是她发现的，因此财务总监派她来帮助克里斯查账。但没想到身为爱人的克里斯直接拒绝了，他只想自己一个人工作。戴娜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会议室。克里斯开始工作了，他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在所有的玻璃墙上画出所有年份的财务表格。超强的数学天赋让他快速整理和归纳出各种细节和问题。于是乎，他只花了1天时间就发现了这个公司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戴娜又找了过来。克里斯兴奋地告诉戴娜他的发现，原来公司内部有人故意削减了很多利润，把这部分钱挪到了外面的公司。这个时候，女主管进来了，她吃惊地看着满墙的数字，她知道她找对人了。克里斯告诉她，公司一共有6000万的资金流了出去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女主管想知道是谁搞的鬼，但克里斯查账的工作还没完全结束，他答应会给女主管一个报告，但没想到到了晚上就出事了。财务总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听到楼下有动静，他来到楼下才发现楼下竟然坐着一个陌生人。原来来人是一个专门替别人做脏活的雇佣兵小队的首领，看来有人是想让财务总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首领并没有动粗，而是用最彬彬有礼的话语说着最心寒的事，他让财务总监自己注射过量的胰岛素，这样自杀他老婆还能领一大笔保险赔偿，要不然2个人都要死。财务总监只能做出他的选择。第二天，克里斯照旧来公司工作，可他却发现清洁工正在擦洗掉他画在玻璃墙上的报表。他刚想上去阻止，没想到总裁这个时候出现了。他很遗憾地告诉克里斯，昨天晚上财务总监自杀死了，如果因为查账导致了他朋友的死亡，那么这件事就可以停止了。
克里斯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但总裁已经不想再见到他了，好像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克里斯一样。克里斯很郁闷，因为这个工作他还没做完，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执念，那就是必须完完整整做完一件事情。克里斯心绪不宁地回到家，这一次他开的音乐音量比任何时候都要大，他使劲地推拿着木棍，但依旧挡不住内心的烦躁和骚动。他不想变成小时候那样，一点事情就大喊大叫狂躁无比，但这一次似乎怎么也按捺不住。他甚至用木棍狠狠敲击着自己的腿部，直到一发狠把木棍砸断。发泄过后，他的焦躁症才有所好转。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冷静无比的人，在背后会有这么痛苦的折磨？他这个时候又回想起小时候，他的父亲为了让2个儿子变得坚强，专门请了一个武术教练教授2个孩子搏击之术。2个孩子被揍得鼻青脸肿，他的父亲也没叫停。父亲告诉小克里斯，攻击敌人要学会攻击其要害，但想要击中别人的要害，他们自己也要先掉几层皮。第二天，克里斯开车准备去农场玩枪，他没发现一辆车悄悄跟在了他的车后。原来昨天晚上那波雇佣兵已经盯上克里斯了，2个壮汉已经来到了老人家里，其中一个抓起老太太，想要他把克里斯引过来。老太太被推到了门外，大声叫着克里斯的名字，可克里斯距离太远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。于是壮汉让老太太叫第2遍 Louder。原来克里斯已经发现了这边情况不对，他端着狙击枪已经锁定了这个房子。光头壮汉不敢出去，于是挟持2个人一起出了房子，坐上车想逃跑。赶过来的克里斯一枪打得汽车直冒烟，然后他快速跑过来扑到车上，把光头大汉拉到了后车厢。开车的老头一个猛踩刹车，克里斯和光头都被甩到了车前。光头抽出匕首，但是他不是克里斯的对手，几个回合下来就被克里斯用皮带勒住了脖子。克里斯以为是他以前的客户来派人干掉他，但壮汉却掏出一张卡片给他看，竟然是戴娜的门禁卡。原来这些人不光要杀他，还要干掉戴娜，看来是知晓6000万那笔烂账的人都要死。克里斯干掉光头后，和2个已经吓呆掉的2个老人打了个招呼就转身走了。克里斯开车一路狂奔，他要去解救戴娜。在路上他联系上管家，让他马上抹除现在他的所有资料信息，然后给他换个新的身份和另外一个城市的住址，另外帮他找出戴娜的住址。而此时的戴娜也刚刚回家，他不知道身后已经悄悄跟了人。他刚进入家门，门还没关，2名壮汉就直接闯了进来。别看戴娜小小个子，但反抗起来爆发力惊人。他打破一人的脑袋，趁机跑进了厕所。而另外一边，克里斯已经赶到了戴娜的住所。他看到走廊上站着2个杀手，于是他冲了过去。打倒敌人后，克里斯拔出手枪，一枪爆头。从小就接受父亲军事训练的他，出枪果断干净，2枪胸口，1枪头，绝不给敌人留任何反水机会。克里斯爆头进入屋里，而此时另一名壮汉已经闯进了厕所。他躲过克里斯的射击，却被克里斯2、3下就打倒在地上，最后脑袋吃个枪子结束了战斗。克里斯带着戴娜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。他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戴娜在房车里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，墙上竟然挂着一幅大画家雷诺阿的真迹。他打开另外一个抽屉，里面放着全部是金条，而镜头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枪支弹药。戴娜傻眼了，她不知道眼前这个救了她一命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。克里斯在房车里拿了钱和一些武器，就带着戴娜住进了一个豪华酒店。对于穷哈哈的小职员戴娜来说，她可住不起这样的酒店，而克里斯却带她住进了最好的套房里。2个人坐在沙发上聊起了天。从来没向任何人袒露过心扉的克里斯，竟然向戴娜说起了自己童年不光彩的经历。他还告诉了戴娜，他有高强度的自闭症和强迫症，和人正常社交有困难。这些不能说的秘密，在向戴娜说起来却是那么的自然和畅快。也许戴娜让他有一种安全感，而戴娜也向克里斯说起了自己的过去。2个人其实有一点很像，那就是都想让自己融入到正常人的生活里去。就在小女人戴娜越聊越靠近，想亲吻克里斯的时候，克里斯却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信息。他觉得高科技公司里应该是有人把6000万拿出去，以别的公司名义再投资回来，这样等公司上市可以大幅度拉高股价。明知道这件事可能会被查出来，但为什么女主管还要请克里斯来查账呢？克里斯决定去找女主管问问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他一定要把这件事追查到底，毕竟这牵扯到了他和戴娜的生死存亡。可等他来到女主管家门口的时候，却发现一个神秘男子悄悄从女主管家里出来，此人正是雇佣军小队的首领。克里斯觉得此人很有问题，于是不动声色地跟在身后。但是首领似乎发现有人在跟着他了，他从怀里摸出了手枪，突然转身就朝克里斯方向开了2枪。这2枪也是快准狠，要不是克里斯躲得快，那就凶多吉少了。等他再冒出头看时，首领已经消失在黑夜里。克里斯于是返回到女主管的家里，他发现女主管早已断气多时，
那看来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只剩最后一个人，那就是公司的总裁。同一时间里，一直在通过各种资料信息调查神秘会计师的调查员梅迪亚，也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。他发现在一家超市旁边的小会计事务所，就是那名神秘会计师的所在地。而这个会计师利用旁边的超市、餐厅和美甲店等等物业洗钱，一年的收入就是100多万。而这个会计师就是克里斯。他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司雷蒙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还发现每年100多万的收入，克里斯都全部捐给了一所专门研究特殊儿童的学校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神秘的会计师总算是找到了。雷蒙决定带梅迪亚去会会这个人。等梅迪亚走后，雷蒙却一脸心事重重，似乎心里隐藏着什么秘密。第二天清晨，戴娜还在沙发上熟睡，她看着戴娜青涩单纯的脸，又陷入到年少时候的记忆里。那是他在学校被一群坏小子欺负后，他父亲开车带兄弟俩找到这群孩子。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让他自己打回去，因为他如果这一次不敢反抗，那就被人永远的欺负。而且克里斯和普通人不一样就会吓到别人，所以这群人永远不会和他和平相处。克里斯犹豫了半天，终于下定决心一个人朝那群坏小子走去。但他的父亲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挨打，他又叫了弟弟冲上去帮忙。在他的理念里，家人永远都是第一位。这也是一个父亲最后能教给兄弟俩的道理。克里斯一直记着父亲的那句话，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戴娜，他静悄悄地离开了。他要去把他的事情彻底做完。此时雷蒙已经带着大批人马查抄了克里斯的住所，不查不要紧，一查吓一跳。房子附近的小树林里全部都装上了各种摄像头，甚至在客厅的窗帘后还有一套 M134型加特林机枪炮。把这种每分钟能射出6500发子弹的大杀器装在家里，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。等 FBI 的调查员都走后，只剩雷蒙和梅迪亚还留在克里斯的房子里。这个时候，雷蒙和梅迪亚讲了10年前的一个故事，一个和克里斯有关的故事。在克里斯成人后几年，他和父亲去参加了母亲的葬礼。母亲这么多年早已改嫁，和别人还生了2个孩子。2个穿军装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在葬礼上，引起了大家的猜测。现场有人要请他们离开，激动的克里斯没忍住，当场就和人动起了手。动静闹得太大，警察拔出了手枪，父亲替儿子挡住了子弹，却死在了他面前。克里斯被送进了监狱，在监狱里他遇见了一个老会计师，这个老会计师是专门帮黑帮洗钱的。高智商的克里斯和老头一见如故，2个人每天混在一起。克里斯从老头的身上学到了所有的会计知识，并且老头还把自己所有的黑帮客户资源都交给了他。老头出狱后却被黑帮抓走，因为大佬怕他泄露机密，所以残忍地将老头杀害。听到这个噩耗的克里斯一怒之下打伤狱警，逃出了监狱，一个人单枪匹马血洗黑帮，替老头报了仇。而当时正好负责查案的雷蒙也去了现场，但没想到克里斯放过了他。没想到从此以后，雷蒙总会接到一个神秘女人打来的电话，向他透露各种犯罪集团的金融证据，10年时间从不间断。雷蒙知道那个电话其实就是克里斯的人打过来的。而雷蒙之所以把这么大的秘密告诉梅迪亚，是因为雷蒙快退休了，他需要有一个接班人继续和那个神秘的会计师合作，继续打击罪犯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间里电话响了，梅迪亚接起了电话，是女管家打来的。梅迪亚从此刻起正式成为新的合作人。而在一座豪华别墅里，雇佣军首领已经把这座别墅守护得严严实实。原来这里就是科技公司总裁的家。他们之所以像惊弓之鸟，是因为那个神秘的会计师会来。果然，房子外传来枪响，在外守卫的士兵已经被一枪爆头了。克里斯已经到了，他还是端着他那把黑色巴雷特狙击枪，在一个士兵刚露出半个头，便一枪连玻璃带人全部打掉。为了能反击出去，首领命令4个人一起冲出去。于是2个人朝大门外扔出烟雾弹，在烟雾弥漫之时，准备一起跑出去。冲出去的3人和克里斯展开了对射，都被克里斯的 MK18步枪全部干掉。克里斯从2楼闯入别墅，没想到被突然跳出来的杀手一枪打中。虽然穿了防弹衣，但这一枪打在身上还是挺疼的。几个杀手趁机过来想干掉克里斯，都被克里斯用近身枪斗术解决掉。克里斯和一个壮汉展开了近身搏斗，身体有伤且已经体力消耗过大的克里斯被壮汉压着打。生死关头，克里斯从对方身上扯下手雷，一把塞进壮汉的避弹衣里，然后死死地捂住他。又解决掉一个敌人。此时的克里斯已经伤痕累累，气喘吁吁。他躲在墙壁后喘息，一边给自己包扎伤口，一边不自觉地又哼出他小时候烦躁时就会唱的鹅妈妈童谣。而此时正坐在监视器前紧张查看战况的首领，听到了画面里那个人传出来的声音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他竟然随着克里斯的声音一起哼唱了出来。
这个时候，又一个杀手冲出来对着克里斯开枪，克里斯没办法，又躲回到墙后。首领突然跑了出来，他赶紧叫自己人停手，但已经杀红眼的杀手根本就不听他的，首领竟然一枪干掉了自己人。克里斯不明所以，直到他回头看清了首领的面容，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首领就是他多年没见的亲弟弟，兄弟俩10年之后竟然在这种场面相逢。弟弟见到克里斯很激动，他先是高兴，转而变成了愤怒。他一把抵住克里斯的胸口，质问当初克里斯为什么还要带父亲去母亲的葬礼，明明那个女人已经抛弃了他们。弟弟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，他不明白克里斯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去，因为他去了，父亲也许就不会死。由爱生恨的他积攒了多年的情绪，终于在这一刻爆发。他愤怒地摔打着克里斯，克里斯任由弟弟打着，没有还手。也许是他内心也充满了愧疚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一把他摔在地上，两个人这才终于停了下来。在监视器后看到这一切的总裁都呆住了，他不知道情况为什么变得这么快。克里斯兄弟俩坐在一起聊了起来，两个人终于放下了芥蒂，两个人也都露出了笑容，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俩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总裁跑了出来，他见二人关系不一般，于是趁机向克里斯说明自己搞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。但克里斯怎么会相信连自己姐姐都杀之人的鬼话？他没有和他废话，直接一枪解决了这个虚伪小人的生命。所有的事情终于解决了。克里斯和弟弟约好1周之后再见面。在风景秀丽的特殊学校里，一个刚刚被送进来的小男孩推开了一个神秘房间的门。他看见墙上挂着一幅拳王阿里的拼图，房间里坐着一个有沟通障碍的女人。她不能说话，但却可以用她超级牛逼的电脑用 AI 模拟人声交流。Hello, Dreamboat. Shall we chat? 他的电脑上还贴着一张照片，照片是他小时候和玩的最好的小伙伴合影。戴娜重新装修了被损坏的家，她收到了一个大大的包裹。她打开看就知道是克里斯送给她的画，但戴娜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她一不小心撕开画的一角，原来底下藏着那幅价值2500万美元的名画，这是克里斯送给她的礼物。而那个小小的会计师则开着他的房车，行驶在大道上，开往下一个精彩且未知的旅途。